印度外长苏杰声称，中印携手将迎来亚洲世纪。中国如果相信，恐怕就会上当了。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全少。近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泰国发表印度对印太地区的愿景主题演讲。他声称，当中日两国携手合作时，亚洲世纪才会到来。他表示，中国崛起是显而易见的，对全球的影响力非常之大。处理好中印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如何协调利益。如果中印两国不能走到一起，亚洲世纪就很难发生。印度外长还畅想了一下印度跟中国的亚洲世纪，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平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建立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可持续和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航行和飞行自由、畅通的合法商业、互相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所有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印度人的示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将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苏杰生提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畅想，印度人释放了善意，中国呢回应了赞赏。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印度会与中国一条心，与中国携手发展，共创亚洲世纪，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印度从骨子里就不是一个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国家，甚至是一个企图利用中国的强大而谋求其自身最大利益的国家。他们所要的是一个印度的世纪，而非亚洲的世纪。首先，印度从骨子里就是一个英国殖民主义的继承者，追求的是区域霸权，而不是共同发展。印度人是如何对待其邻居的，这可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不同。一个小国活在中国身边，可能会感到非常幸福，因为中国想的是一起进步和发展，而印度想的则是如何控制和奴役其周边的小国，从被其吞并的西金，到主权被严重削弱的不丹，再到关键领域被遏制的尼泊尔，以及曾经数次与印度展开交战的巴基斯坦，还有印度曾经出兵干涉的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他们想要的就是获得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区域霸权。从骨子里看，印度原本就是一个地理名词，是英国殖民者给了印度的精英阶层一个文化遗产。印度也因此想继承英国殖民者的一切。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就对邻国的领土实施蚕食政策，到现在也死性不改。所以，中印边境的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果边境问题不解决，印度就不可能变成一个与中国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国家。其次，印度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投机者，而且呢，他们往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国现在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非常需要找一个能够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的国家，而印度就正好处于这么一个地位上。所以，印度几乎参加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太经济框架、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等等所有对华遏制的区域组织。与此同时，印度也积极参与上合组织、金砖组织等中国主导的多边机制。可以说，印度人利用中国的强大，从各方面都拿到了好处，而且让西方国家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未来呢，他们还会这么干。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外交，印度是所谓的不结盟的外交。但是，印度往往会把挑起中印边境矛盾作为博取西方支持的投名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最后，印度要想强大，就必须取代中国的制造业大国的地位，或者要与中国形成激烈竞争，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有些人认为，
越南会成为中国之后下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越南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而真正能对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形成替代关系的国家只有印度这一个。所以，印度要实现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制造业产业链，对中国而言不是什么好事。西方国家也在推进印度替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总体来看，印度人嘴上说的是亚洲世纪，脑子里想的却是印度世纪，或者是印度人的印度洋。中国与印度可以有比较大的贸易额，但是没有条件成为协作发展的伙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世纪肯定会到来，但绝对不会是一个以印度为主导的亚洲世纪。对此，印度必须摆正好自己的心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